OK， 大家好，我是圆圆。这个礼拜的影片关于手机成瘾。我最近发现啊，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依赖手机。手机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其实这几年我们越来越会用到手机做很多几年前无法想象的东西。有手机可以拍照片、拍影片，可以买飞机票，可以订饭店。真的可以做很多东西，所以其实手机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工具。我每一个礼拜打电话给外公，然后他有时候会跟我说，他真的很惊讶，我住那么远，但是他可以听我那么清楚。然后他有时候会分享，就是他很久以前在工厂工作，工厂里面有1000个人，然后工厂其实只有一个电话筒，它是老板的电话筒。我们现在完全习惯大家都有手机，我们现在的手机都有网络，所以我们其实用手机会跟整个世界联系的。我可以马上打电话给住在法国的家人，那些东西很棒。但是呢，手机也会带来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会越来越依赖手机。就算不需要，但是大家还会常常开手机看通知、看视讯、看 IG 的 story， 在路上会有人看手机，过马路也会有人看手机，坐电梯看手机，坐手扶梯看手机。如果有10秒钟、20秒钟可以花，我们觉得一定要拿出来那个手机看一下。我看现在的社会都这样做，其实让我觉得有一点难过。我们越来越不知道，没有手机怎么办？你如果这样一直在玩手机，一直在看手机，你会错过一些生活上很美的部分。你如果出门，但是你一直在看你的手机，那其实你没有真的出门，对不对？你的脑子还是在里面，在手机里面，你就是没有看到你的环境。很多台湾人有时候不懂为什么外国人这么喜欢这么享受台湾，然后我觉得一个很主要的部分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台湾不是我们原本的环境，所以我们会比较注意到旁边的小细节。但是呢，你如果一直在看手机，你可能会错过那些细节，然后结果你晚上回了家，你不会真的享受台湾的生活。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生活很不一样。你去咖啡厅不是看手机，可能是看书。然后你做捷运一样，不是玩手机，而是可能看书啊，还是跟朋友聊天。我今天想试试看一个新的经验，我会试试看24小时不要碰到手机，不要看手机。你可能会觉得在24小时还好啦，但是我问你，你也会吗？我会想念手机吗？还是我会发现其实我不需要手机吗？我真的很好奇，这样试试看。好，那我们试试看吧。所以我现在已经快半天，一直没有碰到手机。我刚刚在咖啡厅，很乖、很认真的看中文书。然后没有手机打扰我，我真的可以花时间做我想做的东西，就是看书。我之前我本来想回答一个讯息，但是我不小心开始看 FB， 然后不知不觉已经在玩手机20分钟。所以透过今天的经验，其实我发现，因为不要碰到手机，所以我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做我想做的东西，不错。OK， 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在路上，不要玩手机，而是你真的要注意到你的环境，你会发现台北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如果你这样走路，然后你在边走边传讯息，还是边走边看手机的某一些东西，你可能真的会错过很多。但是你如果还是看左边右边，看有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很多不错的东西。好了，除了不要一直在看手机之外，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东西，就是你如果走路
去某一个地方，你不一定要用最大的马路，而是你可以试试看一些旁边的小路。像从我家一直到捷运站，有很多很小的小路，然后我觉得其实蛮漂亮的。然后你如果有时候慢慢的探险你家附近的一些小地方，你会觉得哦，原来有蛮不错的地方耶。像我后面呢，这个是老的古亭，现在古亭很多很大的建筑物，但是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小路，然后就是你经过这些路，你会看到很久以前的台湾，我觉得蛮有趣的。对，其实这个是我台湾蛮喜欢的一个特色，有旧的还有新的混在一起。嘿嘿。OK， 所以现在是结论的时间，总共24小时没有碰到手机，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经验。我发现如果没有玩手机的话，我在一天内可以做蛮多的东西，比我想象的更多。然后我下午去逛逛的时候，我觉得蛮享受的，因为不会一直分心，所以真的可以放松。我觉得现在很可惜的是，广告都会鼓励你一直要看各种各样的荧幕，看电视、看电脑、看连续剧、玩新的电动，然后我们越来越依赖那些荧幕。但是呢，没有广告提醒你不要忘记简单的生活，没有广告提醒你不一定要花钱，还是可以享受生活。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呢，我今天就是来提醒你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我还想说，为了拍这个影片，我还是花很多时间拍就是过马路的人。然后我真的发现很多人过马路还是在玩手机。台湾的新闻每一天都会分享很多很可怕的车祸，你也知道。所以我想请你过马路千万不要玩手机，过马路还是要注意到左边右边，不要相信在旁边过马路的人，你要自己看左边右边有没有车子，因为你也知道可能旁边的机车也是不小心，你不要被撞到。而且过马路才15秒真的不需要看手机吧。好，今天的影片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请你订阅我的频道。我跟你说，下礼拜见，拜拜。